触电了吗？我还活着。这是哪里？陆凌，你没事吧？沈老师在给我们争取时间，快把神秘碎片带走。该死，又是这些外国佬！如果这次能活着，我再也不要吃咖喱了。都是废物！大夏连神明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战胜我们？果然，我们吉罗婆国才是世界之王。这里的空气好新鲜呐，一闻就是从母河飘过来的味道。等一下，他刚刚说什么？我们大夏上下5000年文化，神明根本数不胜数。他说大夏无神。虽然其他国都笑话我们是第一弱国，但我相信大夏迟早会重新崛起的。我们创造的奇迹还少吗？可笑，还说自己有什么1000年历史？要知道，太阳最开始是围着我们吉罗婆国转的。哼，是不是被吓怕了？不好，带神法保护神秘碎片！你们外国佬人口这么多，智商是平均分的吧？请秦良玉将军一线，大夏英豪与我辈患难一身，共浴血杀外敌。大夏绝不容小小造次，要战就战！必须要拖延时间，等待其他小队的支援。我拿到了，这就是神明碎片，一个木雕猴子。等一下，这是太弱，实在是太弱了。如果就这点本事的话，可不是大夏的对手。嘴硬的女人，等吉罗婆国统治世界，就能带领全球经济发展，走向新的未来。你们外国佬的 S 级神明师婆，前身是我们大夏的西王母。换句话说，你们也该好好叫我们一声祖宗！竟然侮辱我们伟大的吉罗梭国，去死吧！小心！沈老师，如果我的想法是真的，局势立马就能扭转。你和白软都快走，保护好神明碎片。神明碎片可以沟通神明，华国拿着没有一点用，还不如乖乖上贡给我们。谁说没用？成败在此一举。我们泱泱大国，上下5000年文化，怎么可能任这些杂种欺凌？不会真的有神明出现吧？我要不然先跑路。什么情况？那我一会儿还能跳轻功舞吗？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物又重来。大夏子孙陆灵，恭请齐天大圣重临大夏。这是陆林真的做到了！我做到了，让你看看我们华国的斗战胜佛。大圣，助我扫平外敌。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物又重来。大夏子孙陆灵，恭请齐天大圣重临大夏。这是陆林真的做到了！我做到了，让你看看我们华国的斗战胜佛。大圣，助我扫平外敌。
这就是你们大夏的神吗？一只小猴子。陆凌，现在不是儿戏的时候。你是从马戏团抢了只猴子来吗？果然还是不行吗？我去，我的美猴王呢？我的齐天大圣呢？笑话我已经看够了，死吧！都是误会，其实都是误会啊！大圣，你真的吓死我了！果然大夏诸神永远不会放弃这片土地，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！饶了我！犯我华国者，死！大夏神明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师父摩罗大神，再借我力量！太弱了，分身术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极乐梭国不是天选之国吗？大夏崛起的第一步，就从你们极罗梭国开始吧！说起来，从刚刚起就有股咖喱味。难道极罗梭国人血里流的是咖喱的传言是真的？大夏从此神明镇守，何人敢犯？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我们极罗梭国可是有湿婆大神庇护的。可恶的大夏人，别以为你们赢了！哼，几个外国佬输了还嘴硬。击败 C 级传承者拉提法和 B 级传承者辛格，获取神力经验，可以解锁一项技能或升级现有技能。居然还能升级技能，看来我现在还远没有掌握大圣的力量。就先解锁火眼金睛好了。解锁技能火眼金睛，等级1。幽灵哥哥，你刚才好厉害啊！多亏你，我们才能化险为夷。啊，主要是大圣爷够给力了。大夏一直以来都没人能成功沟通神明，没想到你居然成功做到了，这可是史无前例啊！队长，陆凌，我已经把你获得传承的事情汇报上去了，上面的人说想见你一面，你要做好准备。周老，人我已经给您带过来了。这位就是我们大夏的第一位神明传承者，看来真是年轻啊。没错，陆凌，站直了，和周老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报告，我是大夏传承者第5小队队员陆凌。好，很有精神。可以和我介绍一下，你传承的是什么样的神明吗？由于传承断代，我们一时不了解本国神明的信息，因此处处落后。要详细介绍太长了，还是让您眼见为实吧。大圣爷，请您现身。这是齐天大圣，身如玄铁，还有火眼金睛和72般变化，手拿如意金箍棒，能降龙伏虎，翻江倒海。齐天大圣，这就是大夏自己的神，不在我见过的任何外国神明之下。原本我还担心这个任务对你们是不是太过艰巨，现在看来是多余的。啊，周老，你有什么任务啊？我希望你和小沈能去支援北部战场。亚特兰蒂斯欺人太甚，居然从北部入侵。我军战士已经为了坚守国门出战了，这一战事关我国的立国根本。如果输了，所有国家都会以为大夏还和以前一样软弱可欺。但是那帮外国佬不讲规矩，汉人把传承者投入战场，我们就吃亏在这里，根本没有办法对抗他们的传承者部队。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，我们前面的第4传承者小队
就是牺牲在战场上了。岂有此理！我们泱泱大夏，怎么能让亚特兰蒂斯鬼子耀武扬威？周老队长，请容许我为国出战。很好，有志气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国家的未来靠你们了，但是千万小心，亚特兰蒂斯这次出动的觉醒者，不容小觑。是第5特种作战小队的战友吧？没错，大夏北部战区欢迎你们。队长，我们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是什么？配合别的部队，先等我军把他们的传承者引出来，再趁机突袭。冲锋，夺取目标阵地。队长，我们就不能现在出击吗？我们上的话，可以减少我军牺牲吗？不行，现在上可能会打草惊蛇，必须等他们传承者现身。不行，看不下去了！陆凌哥哥！啊，什么东西？哈哈，这下应该全部解决了吧？哇，一定要搞这么大动静吗？大夏人就像蚂蚁一样，喜欢在隧道钻来钻去，还是一口气消灭他们爽快。外国佬，就是你在乱丢垃圾！什么？真没公德心！这玩意儿还给你！去！大夏传承者，有点意思。是亚特兰蒂斯12神特种部队的史密斯和吉娜。不妙，之前的第4小队就是因为他们才全灭的。哦，这么说，就是这些外国人欺我大夏同胞，在我国土耀武扬威，那就绝对不能放过了。你疯了吗？大夏人居然和我比力气！你这可笑的猴子神，怎么可能是大力神的对手？不好，陆凌这家伙太冲动了，我们要去支援他。就你们大夏人这点本事，根本不可能是史密斯对手。赶紧投降我们合众！啊！你吃饭吗？大力神，我看是无力神吧？不可能，我居然会比拼力气输给一只猴子！还以为你这亚特兰蒂斯传承者有多大本事，不过如此。没用的，我有刀枪不入的尼米亚巨石皮，你的攻击伤不到我。刀枪不入，哼，那能不能受得了我这个如意金箍棒呢？不可能！区区一个大夏人，你们应该没有神才对。这只猴子神到底是什么？猴子？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，这是花果山美猴王，齐天大圣，斗战胜佛孙悟空。之前牺牲的大夏传承者们，我为你们报仇了。击杀 A 级传承者史密斯，获得神力经验奖励，解锁技能定身术 LV1，筋斗云 LV1。我们的 A 级传承者竟然被杀了，这不可能！就凭我们赢不了这个传承者的。好机会！敌军士气已经开始崩溃了，大家跟我冲！接下来就剩你一个了，你最好自己投降，我不想欺负妇女幼小。等等，大帅哥，我现在投降行不行？陆凌小心，他的契约神明是美神，拥有魅惑洗脑的能力，不要中招了。太晚了，他现在已经中招了。这么强的传承者能被我俘虏回去，肯定是大功一件。不好意思，我装的。陆凌，你吓死我了！刚才我真的以为你中招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怕他跑了，假装中招让他放松。而且，我看这个美神传承者很一般嘛，还不如队长你好看。什么？你说史密斯被干掉了，基娜成了俘虏，然后这都是大夏军队的传承者干的好事？这绝不可能！大夏没有神明，他们不可能打败史密斯。
千真万确，先生。前线很多士兵的证词可以证明，一个使用猴子神的传承者打败了史密斯。猴子神？那没准是神族国人插手了。该死！我可是答应了小子们，让他们在春天之前回家。重点是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总统已经开始过问了。失去了史密斯后，大夏军队已经开始反攻了，我们的战线被迫后撤。哼！不用紧张，我这边可是还有王牌没打出来。我们亚特兰蒂斯的12神里来的，可不是只有史密斯和基娜，现在该让他们3个出动了。神王宙斯传承者，冥王哈迪斯传承者，海神波塞冬传承者。我会让下等的大夏人后悔与亚特兰蒂斯为敌。多亏了你们的活跃，我们现在战线推进得很顺利。我要代表前线的全体将士感谢你们。嗨，小事小事，都是为了大夏而战嘛。不过，你带回来的那个俘虏的审讯工作不好做，他有很强的魅惑能力，不是战士们够坚定，差点被他逃走了。那就把审讯工作交给我吧，我能免疫他的洗脑，我会把他掌握的情报通通拷问出来的。我们一向是讲政策的，坦白从宽，抗拒。你搞什么？你们这里天气热，又连个空调都没有，我只能穿得凉快点了。怎么？难道你不好意思了？大夏人，我听说你们都软弱无能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？什么打赌？其实我是一个暴力爱好者，你要是能抽我抽得爽了，我就把情报告诉你。好啊，看不起大夏人是吧？今天就让你看看我弼马温驯马的手段。好啊好啊，快来打我！好了，按照约定，你该把情报告诉我了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他们3个每一个都在史密斯之上。陆凌，你确定情报属实吗？至少我打听到的就是这样，看他态度，估计不是假的。3个比史密斯更强的，看来12神部队是主力进出了呀。别担心，队长，我肯定不会输给他们的。你别太大意了，永远都不能小看自己的对手。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我们的机尾被雷击劈中了，这架飞机正在失去平衡。这突然劈下来的雷电，怎么有种神力的气息？难道是亚特兰蒂斯的传承者？队长！哼，去死吧，大夏人！南极神明宙斯传承者桑德，你们一架飞机都别想过去！别慌，队长，我有筋斗云。怎么感觉这么挤啊？不好意思啊，队长，弄太大的话会浪费很多神力，本来只能搭乘1、2个人的。刚才的雷击肯定是亚特兰蒂斯的传承者干的，他应该还在附近才对。奇怪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难道是藏起来了？陆凌，计划不变，我们继续去前线支援。好。这里应该就是前线阵地的位置了。奇怪，人呢？你们是后方派来支援的吗？快，别说话，跟我来！怎么大伙儿都躲进地道里了？这几天我方阵地突然连续遭到雷击，我们被打得抬不起头，只能修筑了地下防御工事。大伙拼了老命，总算是挡住了那些洋鬼子。不过后方补给现在运不过来，大伙的身体也快撑不住了，弹药也快耗尽了。
看他们的样子，很明显是缺水少食，嘴唇都冻裂了。明明他们不是传承者，但是却硬生生的拖住了亚特兰蒂斯前进的脚步。队长，明天让我打头阵吧，我要好好教训这些亚特兰蒂斯鬼子。不行。啊？陆凌，明天我和白软先上阵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许出手。什么？队长，你要当诱饵？没错，你打赢了史密斯，率先出手的话，肯定会引起他们的防备。战斗不是你的个人秀，让我们来为你创造机会。该死的大夏人，躲在坑道底下，像是老鼠一样。他们的补给线早就断了好几天了，肯定是饿得没力气了。Oh shit！ 哼，一群杂碎！是大夏传承者！队长，不好了，快看天上！好庞大的神力！大夏传承者，还是个女人，长得真不错。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当奴隶！好密集的雷击啊！这种敌人，光凭我的英灵根本无法抗衡。还挺能躲，那就看看我这最快最强的一击！要到此为止了吗？不，我应该还能战斗。队长，我记得你的传承是英灵秦良玉吧？你知道它的历史吗？不清楚，因为历史断代的缘故，不只是神灵，对英灵我们也知之甚少。那我来给你讲讲吧。秦良玉是古代著名的女将，带领百杆兵屡战屡胜。据说皇帝还专门给她创作了4首诗呢。素风餐誓不辞，饮将鲜血待胭脂。凯歌马上清平曲，不是昭君出塞时。大夏之魂，誓死为国！一个 B 级英灵，居然也配挡住我的攻击！找死！看我怎么收拾！老贼，你别想伤害我们的队长！撕裂星之雷霆，下贱的大夏人，你找死！居然敢偷袭我！感受我的神雷的威力吧！就这点威力，也配叫神雷？我看连雷公电母都不如吧！外国毛神，感受齐天大圣的力量吧！不可能！我可是神王的传承。吃我这么多下金箍棒没死，倒是有点结实。这就给你最后一击！和吉娜说的一样，果然来的不止一个。看来这是全部冒出来了。你很强，大夏人，但你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桑德，我提醒过你不要贸然出击了吧？切，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波塞冬、哈迪斯、宙斯，3个兄弟聚集了呀。那就3个一起上吧。他们3个已经开始和大夏传承者交手了。是的，长官。情况我知道了，担心？我一点也不担心。会赢的，没有任何传承者能同时打败他们3个。我相信那个小伙子能赢，他会让那些亚特兰蒂斯鬼子见证大夏的力量。海神波塞冬的传承者，在陆地上也敢和我打？无知的大夏猴子！波塞冬是旱地之神，海啸、波涛、台风，只不过是旱地之力的一种表现。旱地？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旱地之力
到底有多强？对，在这边。后面什么时候？好硬的手感，我这个神器冥王剑都差点砍不动。好机会，桑德！不用你提醒，我们用合体技吧。震动雷霆大卷！糟糕，齐天大圣不擅长水战。传说中宙斯化身的白色公牛，雷霆剑踏，解决了。不过如此。陆凌，可恶！你们这帮家伙！别急，小美人儿，接下来我就来宠爱你。你们在看哪儿呢？战斗还没结束呢，以多打少，还让你们骄傲呢。亚特兰蒂斯人果然无耻，让我给你们平衡一下人数。哼，这下就是3对3了。什么？这家伙能正面打塔桑德这个自大狂，傻子才和他正面打，背后偷袭才是硬道理呀！你怎么可能发现得了我？小小障眼法还敢丢人现眼？火眼金睛你懂不懂啊？海啸大龙卷！又来这招！你不知道我手上的是定海神针铁吗？可恶！想支援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哼，你以为你是牛魔王吗？可恶！这家伙也太强了！我们还有那招。真的要用吗？现在不用，就没机会反败为胜了。结合我们山羊的力量炼铁，克罗诺斯的荆棘！来得好，总算是像你样子了。那么，我也拿出全力。啊，搞定！三神合力还是有点费劲儿。喂，你们想活命的话，赶紧交代，你们的指挥部在哪儿？等这次战役成功，我肯定会成为全亚特兰蒂斯最伟大的将领，说不定还可以去竞选总统了。你们 A 国人的传承者已经被我解决掉了，识相的赶紧无条件投降，滚出北方！你就是亚特兰蒂斯的指挥官吧？现在赶紧投降！12神的那几个杂碎已经被我收拾掉了。大夏人，哼！亚特兰蒂斯绝不投降！我们可是先进文明的灯塔之国。唉，我只是不想白费力气，所以才给你们投降的机会。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再说一次，现在立刻宣布亚特兰蒂斯无条件投降，否则我亲自动手，先杀你们，再杀光所有北部战场的亚特兰蒂斯人。你，嗯，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尿骚味儿啊？我宣布，亚特兰蒂斯现在向大夏无条件投降，全军放下武器，立即撤退。这就对了。重复一次，全体亚特兰蒂斯士兵放下武器投降。他居然真的做到了！胜利了！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带着你的人赶紧滚吧，武器装备全部留下，以后别想踏入大夏领土半步。
看哟！成功在北部战场打败亚特兰蒂斯，国家崛起进度提升15%。大夏仙界对您发送特别奖励，请查收。啊，居然还有意外收获！怎么办？这次陆凌立了大功，我作为队长不能没有表示。白软，你觉得陆凌他会喜欢什么样的奖励呢？啊，这个我想想，要不就换上女仆装和兔女郎什么的。我们换上这种衣服，陆凌哥哥肯定会很激动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就是新基地嘛，看着还挺宽敞的呀。队长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从来没穿过这种衣服，也太羞耻了。陆凌，队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算了，我们两个也有责任，以后彼此都注意一点就是了。对了，队长，你和英灵秦良玉的状态怎么样？之前你可是硬挡了那个宙斯的雷击，没有后遗症吧？我没事，现在我已经能初步运用那个英灵战技了，之后或许还能让秦良玉将军提升英灵等级。陆凌哥哥，我也想提升英灵等级。这个有机会，都有机会。什么？是，我明白了。陆凌、白软，休假结束，我们有新任务了。那帮吉罗梭人突然集结在了西南国境边界，不排除他们的目标是想直接侵占我国的西南领地。要知道，吉罗梭现在可是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传承者。那帮吉罗梭人疯了吗？怎么会这个时候进攻我们？周老爷想不明白，他们怎么会这个时候出兵？刚刚1小时前的消息，那帮吉罗梭人已经主动开火了。哟，是第4小队的战友吧？欢迎你们！现在战斗已经快结束了。啊，不是说1小时前才开始交火吗？啊，情况其实是这样的。怎么样，感受一下我们的强大气场了吗？这边吉罗梭人在干什么？好像是在跳舞吧。那帮夏国人肯定是被我们的舞蹈震撼到了，趁现在冲锋！呀，哎呀，不对劲，他们没被吓到，快逃啊！报告，我军的7人小队已经拿下吉罗梭炮兵连阵地，拿下大炮21门。一个吉罗梭步兵连打算袭击我们4连的炊事班，现在已经被击退，捉到120名俘虏。情况就是这样，现在吉罗梭士兵已经全部溃散了，大伙儿都忙着抓人呢。这根本用不着我们支援了吧？这也太菜了。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去前线看看。不行了，我一整天都没吃咖喱，跑不动了。要不还是向大夏投降吧？听说大夏菜很好吃。一群贱民，居然这么没用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看来还是得靠我们传承者来对付大夏。是吉罗梭的传承者，大家小心，一般的轻武器可能没用。区区凡人，别敢指使天地，赶紧都给我跪！我呸！就你也配自称天帝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大夏人不兴跪，普通人打不过就上传承者是吧？真是玩不起。谁？古罗梭人，你们为什么要侵犯我国的领土？哼，还好意思问？都怪你们打败了亚特兰蒂斯。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打赢了亚特兰蒂斯，增进了夏国的声望，就会削弱我国的影响力。所以你们大夏必须磕头道歉，并且把西南地区的领土让出来。我们可以考虑原谅你们。
这帮人脑子有问题啊！塞的是不是都是咖喱啊？有可能。听说吉罗梭传承者有不少会让神灵主导自己意识，精神都不太正常。我都听到了。嘿，你们竟然敢对我们的天地不敬，真是找死！之前我们也有同胞折在了大夏，现在让我们来为他们报仇。吉婆娑所有的风啊，听我号令！毁灭之风，快蹲下，站稳！就这，勉强能给我当个吹风筒，风不咋样，倒是害我眼睛里进了点沙子。黄风大圣的3倍神风比，差太远了。击败风神伐尤传承者，获得特殊奖励定风珠、残缺。可以无视 A 级以下风气伤害，继续吸收风神以及相关属性神明神力，可以将其品质升级。哦，还有意外收获呢！加上上次的奖励和大圣说的话，72变技能等级1解锁，火眼金睛技能提升到等级2，现在可以看破所有 S 级以下的伪装变化。武器如意金箍棒品质提升到等级2，攻击 S 级以下神器有概率直接破坏。仙界额外赠予法宝避火罩，免疫 S 级以下的所有火焰系攻击。还挺不错的呀，仙界还挺大方，看来还得多揍几个国家，增进进度条。大圣，光揍人可不顶用，小后生。依靠胜利获得的崛起进度是会掉下去的。天底下哪儿有什么人真能一直长胜不败？那大圣，我应该要怎么做？你的当务之急是找回大夏消失的历史，历史才是国家的根基。当所有历史回归之日，大夏仙界也会归来，让大夏获得真正的崛起。大圣，到底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大夏会历史断代？现在大夏仙界又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嘛，现在可不好告诉你，知道了反而对你有害。时候未到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不过逝去的历史就在几个大国手里，我能在这个世界停留的时间不多，俺老孙去也。消失了。大圣怎么也当谜语人呢？可恶的大夏人，你是要和我整个天界为敌吗？信不信我们一起上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？哦，天界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最擅长的就是大闹天宫。尽管一起上吧！天帝，此人可能就是传说中挫败了亚特兰蒂斯的强者，不如让我来尝试说服他。那就看你的了。大夏人，你很有实力，但是打起来的话，恐怕是两败俱伤。不如我们来次3对3的决斗，我们输了的话立刻撤军。这片争议领土就归你们了。放屁！这片领土本来就是我们的，算什么赌注？你们要是不敢全面开战，就拿出点诚意来。我把我们储存的神灵碎片或者神宝作为赌注如何？你们赢了，任选一件；要是输了，磕头道歉。这个，那就来打擂台赛，3对3。我们每赢一局，你们不仅要奉上神明碎片，还得乖乖让出1/3的争议领土归属。哼，没问题。不过，同一个选手可不能出战2次。和我谈条件。那我们派英灵传承者时，你们也不能派出神灵。一言为定，比赛就在3天后吧。
陆凌，你怎么就这么答应下来了？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，关系到夺回我们大夏的历史。放心吧，队长，我自有妙计。哼，没想到大夏居然要和吉罗婆打神战擂台，你说谁会赢？哼，估计吉罗婆会赢，不过大夏多少能消耗他们一点力量，最好两败俱伤。老周啊，你真的要把希望都压在那个陆凌身上？他草率做出决定，大伙儿都很不放心。现在我们只能相信他。大家好，各国的来宾，接下来的比赛将由我来负责为大家解说。这次交战的双方是我国和大夏，双方将各自派出3位选手参赛。首先是大夏这边的出场选手，英灵传承者沈冰荣。我国的选手则是大英雄马斯的传承者萨尔曼。哼，你们大夏是没人了吗？居然让一个女人出战！哼，瞧不起女人？难道你不是你妈生的？还是说，你是从咖喱里长出来的？你这家伙！哼，你们大夏的英灵只是凡人武将。马斯可是被众神祝福的神话之身，感受我的梵天法宝吧！陆凌哥哥，队长能赢得了他吗？放心吧，我这几天可没有闲着，一直在和队长特训呢。我已经把秦良玉的全部历史都交给队长了，他应该没问题的。陆凌哥哥每天晚上都进了队长的房间，到底在做什么特训呀？让你这个吉罗梭人见识一下队长的特训成果吧！灵鹰战绩1师，很强大的力量，但是距离宙斯的雷击还差得远。这种程度，我还能抵抗？什么？居然承受了我的梵天法咒！这不可能！太好了，队长赢了！不，没那么简单。哼，骗你的！伤口愈合了。马斯可是不死之身，从一开始我就绝对不会输。湿婆大神啊，赐我力量吧！感受湿婆的神威吧！真是可怕的力量，连我都能感受到压迫感。虽然他无法挥动，只能释放剑上的湿婆神威，但是大夏人也绝对无法承受。哈哈哈！大夏人不行了！你越是试图抵抗，受到的威压就会越强。乖乖在我们的神面前下跪吧！已经要撑不住了，这股威压太强了，就好像有一座大山压在身上一样。我已经听完了你说的秦良玉的历史，但是为什么我的能力好像没有任何变化？纸上得来终觉浅，没准光靠听的还不够。我估计队长你真正理解秦良玉的心境时，这份力量就有机会觉醒吧。秦将军，当你试图挽救被异族入侵的破碎山河时，感受的就是这样的压力吗？但是你没有认输，抗争到了最后，所以我也绝不下跪。啊！痛，好痛，太痛了！杀了我，快杀了我！这个萨尔曼怎么回事？突然就哀嚎起来了，而且好臭啊！可恶，真丢脸！陆凌哥哥，为什么那个咖喱人被打碎，头上的珠子就变成这样了？马斯的不死之身其实是一种诅咒，会让他求死不得，
浑身病痛，不过他头上的魔泥珠可以让他不受疾病，抵消这种痛苦。你还要看到什么时候？该宣读比赛成果了吧？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者出乎意料啊！胜者是大夏的沈碧荣选手。大夏人，你居然害我们出丑，这是在羞辱吉罗婆！怎么，你们吉罗梭神输不起？说好的我们赢了，给我们神明碎片。我要你们的财神巨皮罗的。哼，给你也无所谓。你以为我们吉罗梭的神会承认大夏人当传承吗？承认？谁说我需要你们吉罗梭神的承认了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们吉罗梭神不是很自豪自己曾经传入大夏吗？那我就把它重新锻造一下，变成一个大夏的神。队长，收下这个吧。我？好奇妙的感觉，明明是象征安宁的莲花，但是我却能感受到有一股充满叛逆的神力涌入体内。没错，这位就是天庭最有名的反骨仔。这也是我们大夏的神吗？真是不可思议。没错，恭喜啊，队长，你成为大夏第2个契约神明的传承者了。不过现在哪吒的神力还不完全，要是继续升级，起码也是个 S 级。你们2个居然敢炼化我们的神，亵渎神明！我要杀了你们！现在没有战斗的必要，我们下一场比赛赢回来就行了。可是，好吧。陆凌，看样子下一场因陀罗可能会亲自上阵，到时候你来对付他吗？没有啊，下一场我不打算亲自上阵。可是你不上的话，我们就只有白软了呀。我打因陀罗，真的假的？好啊，小沈这赢得真争气，没给我们大夏丢脸。这下我们大夏不止1个神灵传承者了。哼，你们吉洛梭人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优势都能被翻盘了？我们的人只是太大意了，没有闪，这就不算。等着吧，明天的比赛我们会虐爆他们的。看枪！不错啊，队长，你掌握火箭枪很快啊，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熟练运用了。我现在居然能同时契约了哪吒和秦将军，传承者只能继承1个神明才对，不然会产生冲突。估计是哪吒和秦将军达成了共识吧，毕竟是大夏的危难关头。就算是这样，我觉得已经契约更多神明了，身体好像装满了水的瓶子一样。现在只能拜托你和我多训练，尽快熟悉哪吒的力量。小事一桩了，队长，有需要尽管找我。对了，明天的比赛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真的打算让白软上？我们这儿除了他没别人了。这个嘛，别担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肯定不会坑自己人的。哼，那就信你一次。第2场比赛开幕，今天也将继续由我西马来为大家主持比赛。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吉罗梭的选手，他就是大家最崇拜、最敬爱的退之汉能福利多，统治天界和人界，众神之王，宇宙之神，天帝因陀罗。陆凌，你小子死定了！你们大夏想要打赢我，你只能亲自上阵。嘿，但是昨天我把数十年苦修积累的凡力消耗一空，向上神换取了不死之身。天帝因陀罗，我认可你的苦修。今后的3天内，你不会被男人、女人所伤，也不会被神明或者非神所伤。一切金的、铁的、木的、软的或者硬的，都无法触及你的身躯。接下来是大夏的选手，听
应该是之前风头正盛的主将陆林。陆林选手呢？人到哪里去了？等等，陆林选手在观众席上，难道他不打算参赛吗？哈哈哈哈！肯定怂了。大夏引以为傲的传承者就这，已经被天帝大人吓得屁滚尿流，只能躲在女人背后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叫吉娜，之前属于亚特兰蒂斯的12神部队，不过这次我将代表大夏出战。他们不是你们亚特兰蒂斯的人吗？怎么站大夏了呀？这什么情况？吉娜，你这是背叛亚特兰蒂斯的伟大理想和正义事业。身为传承者，怎么能为大夏这种低贱的国家效力？理想？这种话说出去你们信吗？我看是你们太小看大夏的潜力了，所以才会在北部战场被打得满地找牙，害我成了俘虏。我现在是弃暗投明。那个，能不能放开我？这段绝对不能直播，给我删掉，不然会动摇我们亚特兰蒂斯的国民信心的。可是别的国家的记者也在直播啊，全球都在看着呢。这就是你的对策？他是怎么被说服的？这个嘛，暂时保密。所以，你是希望我代替大夏出战，和天帝战斗？没错，我必须要确保大夏3战获得全胜。这件事我和周老商量了，事成之后，不论输赢，都能归还你的自由。光靠这个可不够，真的帮了你们，我估计回不去亚特兰蒂斯了。高薪、豪宅，还有我们获得的神力碎片，都能给你安排。再说个有趣点的理由，最好是我无法拒绝的。你最喜欢刺激的是吧？加入大夏，就送你50抽。哇！顺便一提，我现在的弼马温的技能点是1v1，要是点上去了，技术还能更棒。怎么办，因陀罗大人？对手是谁都无所谓，因为我是必胜的。是，那么比赛正式开始。你们12神的桑德和我是老对手了。总是他输多赢少，就凭你赢得了我吗？我看小美女，不如你抛弃大夏，来吉罗婆当我的后宫如何？你说的好有道理哦，我当您的妃子也不是不行呢。不过，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？什么条件？不要太过分，我都能答应你。只是来和天帝大人玩个扮演游戏。我是主人，你是狗狗。没问题。因陀罗居然这么容易就中了魅惑。你去哪儿？传说中他就是因为傲慢好色，遭到了吉罗梭修行者的诅咒。现在他这么出丑，估计吉罗梭那边的人应该要坐不住了。来，学狗叫。真乖，狗狗肯定不会违抗主人的话吧？哼，低劣的魅惑幻术，不过对付因陀罗倒是正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用我的笛声破解这个幻术。这你别玩不起啊，咖喱人，直接用神力干涉也太难看了。陆灵，怎么？你是专门来盯着我的？难道还想和我动手？也不是不行，就在这里分出胜负也不错。来，现在说，我投降。我投降了。不错，真乖真乖。主持人，你听见了吗？因陀罗大人宣布投降，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方式投降了。罢了，这次算是你们大夏赢了。等第3场比赛，
们会全力以赴。慢着，别着急，说好了的，我们赢了就要给神明碎片的，可别想赖账啊！乖乖给我把好东西都交出来。我刚才做了什么？那个，天帝大人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是我们输了。你居然用卑鄙的幻术！可恶的坏女人！这就气急败坏了。你丢人的样子可是被全球直播的。堂堂天帝居然输给了一个女人，还是主动投降的。稍安勿躁，因陀罗。这个女人背叛了亚特兰蒂斯，我会让她受到应有惩罚的。吉娜，我还以为你会是更聪明一点的女人。现在和我回去，我可以替你向众神求情，求他们对你网开一面。留在大夏，只不过是死路一条。就凭你，奥利弗，夸我墙角？不好意思，吉娜现在已经是我们大夏的人了。刚才的比赛表现不错，我要给你奖励。奖励是什么呀？从那个咖喱人那要来的 A 级神灵金星之主苏杰罗的神明碎片。等等，你好粗暴，全部灌进来了。不可思议，我现在感觉前所未有的畅快。这不可能！你们居然敢给他送这么强的神灵碎片！加入大夏的人，我们自然不会亏待。欢迎各国有志之士向我们大夏宣誓效忠。亲爱的，你居然特意为我要来了金星神的碎片，这是我的回礼哦。陆林这家伙，居然当众和那个女人做出这种轻浮的举动！队长，冷静啊！因陀罗，你不该输的比赛中输掉，现在我们想要的领土已经失去了2/3，还有最重要的吉罗婆的颜面。对不起，都是那个大夏人太狡猾了，请您宽恕我吧。我本来以为有了不死身是万无一失的。算了，关键是下一场比赛，无论如何都必须赢。可是3位上神沉睡，还有谁能稳赢那个陆灵？您要亲自出手吗？不，我另有人选。怎么回事？天怎么变暗了？天帝，是你干的吗？不是我。哎，你们快看天上，那是巨大的翅膀，难不成是？尊者，遵从你的召唤，我从苦修中归来。现在我已经和迦楼罗神达成了粉我合一，我即是迦楼罗，迦楼罗即是我。很好，迦楼罗，现在我要为你开启一段尘封的记忆。你的神话其实曾经进入过大夏，还和那只猴子战斗过。我，大夏。没错，快回想起来吧，你的另一个名字。惊世大鹏鸟。明天就是和吉罗苏人的决赛了，得好好温习一下他们的资料。虽然正面刚不怕他们，但还是得担心他们耍阴招。看得这么入神吗？连我来了都没有发现。哎，沈队长，周老很担心明天的比赛，让我把这个国家珍藏的神明碎片交给你，希望会有帮助。这是哪位神明的？不知道，之前只能让他待在仓库积灰。听说你成功契约时，这个碎片出现了反应。明天的比赛很重要，但是到了危急时刻，也不要硬撑，你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队长，我知道了，不会乱来的。还有，虽然我无权干涉你私生活，但是别和那个亚特兰蒂斯女人走太近。
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投诚，出了问题找你负责啊？哎，队长，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啊！哎，队长，你听我解释啊！那老头可真会挑，居然把那家伙的碎片给你。啊，大圣，您兄弟挺多呀，不说我怎么知道是哪个？这里面装的是谁的碎片？哼，一个俺老孙的好兄弟，你自己打开不就知道了？俺老孙得走了。有必要这么神神秘秘的吗？这居然是他！难怪大圣会是这个反应。今天是大夏对吉罗梭的第3场比赛，非常不幸，我们吉罗梭迎来了2次失利。不过，今天我们吉罗梭必然会一雪前耻，承受天地的神雷，而只掉落一片羽毛，每日都要吞噬500那迦。圣主的坐骑和旗帜，妙意，高傲的战士，迦楼罗大人登场。迦楼罗，迦楼罗，迦楼罗。而大夏这边则是派出了大将陆林，昨天我们介绍过他的事迹了。其实再说一遍也无所谓嘛。哼，那猴子的传承者，真是令人怀念。你认识大圣？怎么会不认识？弼马温，他可是我手下败将。今日就让我再拜你一次。阴阳2极瓶，狮驼岭的金翅大鹏鸟的法宝，连齐天大圣被困入其中后都无法承受它的威力。上主已经帮我把法宝炼化进了双翼之内，之前炼化吉罗婆神的耻辱，就在今日偿还吧。陆林哥哥，哼，原来如此，这招的确厉害。看来你们是准备充分，专门针对了大圣。可惜，都是白费功夫。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今天哥们儿换号了。他契约了不止1个圣灵，而且又是 SS 级。开什么玩笑？区打下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顶级神明？啊，清源妙道真君，听起来太帅了，好想嫁给他。好样的，陆林大佬，打死那个鸟人啊！兵将交会。2郎真君又如何？和那猴子本事，不过半斤8两。我能擒他，也能擒你。阴阳道术，安敢在玉虚门人面前班门弄斧？玉泉金匣，真人正传。没有你那2个兄弟，你根本不是大圣的对手，也不是真君的对手。金弓银弹，凤凰击落，腰挎弹弓新月样，手执3尖2刃枪，2匹桃山曾救母，弹打宗罗双凤凰。就用这把弓送你归西。嘿，真慢啊，慢得我都快打瞌睡了。别忘了我的另一个名号——云城万里鹏。3界之中，以我的速度最快，我1日可跨3界4周，那猴子都比不过我，更何况是你！住！什么？你要是一心拉开距离逃跑，我倒是未必追得上。但这是擂台，凭借天眼锁定，打中你一次，倒是不难。基罗虽要当大夏霸主，大夏就绝对不能崛起。大夏崛起，就是针对我们基罗梭。为了正法，请几位范仙的传承者消耗苦修之力，对那个大夏传承者施加诅咒吧！我诅咒他手足无力，
我诅咒他口不能言，我诅咒他无法触碰自己的兵器。诅咒？吉罗梭人玩不起，搞这种下三滥招数。青莲妙道，显圣威灵，魑魅魍魉，巨无神光，给我破！什么？好了，乖乖投降，不然就只能杀了你了。你做梦！我金翅大鹏，迦楼罗绝不投降！上主，快来救我！慢着，琉璃，你绝对不能杀了他，否则吉罗婆将和你不死不休。想让我饶了他？可以啊，那就把你们偷走的大夏历史乖乖还回来吧。历史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赶紧放了迦罗罗！哼，这大鹏居然认识大圣，摆明是知道大夏的历史，装蒜也没用，不交出历史，他就得死。你想清楚了，杀了他，吉罗婆会和大夏全面开战。一个人只能自保，挡不住吉罗婆众神，到时候大夏平民都得死。周老，小周，你有思想包袱，可以打就打。我们的战士已经在边境蓄势待发，战争只会在你们吉罗梭境内打响。大夏战士不会攻击平民，不过打仗时炮火可不长眼。我劝你，为了吉罗梭和大夏两国人民，不要做出愚蠢的举动。哼，我们认栽。迦罗罗，把你的神力交给他吧。大圣，哦不，小圣，不对，大圣饶命！这是我的神力碎片，不要杀我！就连迦楼罗大人也输了，这不可能啊！我们吉罗梭居然会3战全败，这是耻辱啊！事后，吉罗梭不得不承认了边境的领土归属。因陀罗还试图寻找亚特兰蒂斯和凛冬国求援，但是他的举动反而让那些不喜欢结盟的小国十分反感。经过这次战斗，吉罗梭在周边国家心目中地位一落千丈。唉，吉罗梭居然被大夏打得这么惨，我看我们不用再给他们这么多贸易特权了。我也考虑收回他们的旅游免权了。这帮吉罗梭人根本不讲卫生，还经常骚扰妇女。我看大夏那边值得进一步合作，之前都以为他们没有神灵，小瞧了大夏。这帮咖喱佬还想拖延时间，哼，白费力气。领土我们肯定会要回来，不过这次没能拿回大夏历史才是麻烦，得另想办法。陆离，一个人在房间里干嘛呢？我来看望你了。吉娜。陆离，上次你给我的金星之主苏杰卢的神明碎片还有剩的吗？那个碎片里属于金星神的力量都给你了，倒是还剩下一点残余。能不能拿出来让我看看？人家只是想看看嘛，没准儿残渣对我也有用呢。之后我们来做点愉快的事情，怎么样？好了，别演了，我的火眼金睛面前，什么伪装都没有意义。乖乖现出自己的原形吧！明明已经特意用了罗侯的幻术来进行伪装。主持人小姐，
你长得也不比吉娜差呀，干嘛这么费劲呢？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为什么你要变装进入我的房间？这可是严重的外交事件，我不介意把事情闹大。苏杰罗是金星之主的同时，也是阿修罗们的导师，我非常需要他的神力碎片。是吗？那我为什么要给你呢？我可以用我的一切向你交换，包括身体。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低俗的人。那大夏的历史呢？我知道你想要的大夏的历史在哪儿。帮我拿到大夏的历史？你可是吉罗苏的传承者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个是因为吉罗梭人生来就被分为神明和贱民，而诸神只会挑选神明为传承者。被抛弃的人、弱小的人、贫穷的人们选择了逃亡，聚集在一起生活。我虽然是神明，但是无法对他们置之不理，希望他们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只有阿修罗、罗刹们会让贱民成为传承者，但是他们的碎片都被保存在了天界宝库。所以你就盯上了苏杰罗的碎片。不过我觉得你不可信。可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万一你是打算把我引到陷阱呢？你走吧，我会当你没来过这里的。向大夏求援这条路子也行不通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坚持这条道路。不好了，西玛姐姐，那些天神的传承者找到我们了。什么？苏多看不惯他们在村里欺负人，对他们丢了石头，被捉起来了。西玛，这些贱民跑到荒山野岭生活，没被饿死，你身为财富女神的传承，没少出力吧？哼，身为传承者和他们混在一起，西婆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贱民吃多一点，我们吃的就少一点。夏尔曼，你之前在擂台上的表现才是丢人现眼，模拟珠都被打碎了。一时大意而已。哼，上神们已经帮我重铸了魔泥珠。放开那个孩子，他是无辜的。想要我放过他？好啊，乖乖和我回天界，向上主忏悔你的罪行。可是村子里的大伙都需要我。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敢反抗或是逃跑的话，我就抽死他，然后烧了这个村儿。喂，小鬼，你不想就这么死在这里吧？赶紧开口劝劝你的西玛姐姐，让她乖乖跟我走。呸！该死的贱民，老子要打死你，然后扒了你的皮！擂台赛打不过我们队长，现在还要拿一个小孩出气，我看不下去了，今天就要为民除害。你是那个打败迦楼罗大人的大夏人，我教训吉婆娑的贱民，关你什么事？齐天大圣专管这些不平之事，你欺凌弱小，伤害平民，不管在哪儿，都天理难容。等等，你不能伤害我，否则吉婆娑诸神会打死你们只会弄脏我的金箍棒！都给我滚！快跑啊！大哥哥，是你救了我们！我好像在你背后看到了一只猴子，你是哈努曼吗？不，我是花果山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其实是他的传承者啦。嘿嘿。陆凌，你难道一直在跟着我？现在，我们可以谈谈合作的事情了。
大圣哥哥，大家都很感谢你。不过村里没有什么好东西，所以我和苏多商量编了个这个花环，希望你能收下。这个花环胜过所有金银财宝，你们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。我们要找的东西，应该就在吉罗梭天界的宝库。我已经通过祭祀打开了通向天界的大门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那还用说，我就是为了大夏历史而来的，岂能退缩？天界里住着的都是神明和传承者，你一进去就会被认出来，得想办法伪装一下。这个简单，我有72变化，随便变个虫子什么的就能混进去。不行，天界纯净无垢，一只苍蝇都没有。我说，非要我变成这样子吗？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了，麻烦你忍耐一下吧。天界聚集了吉罗梭的珍宝，每天的祭祀要消耗不知道多少酥油，但是平民们却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，我实在无法容忍。你说的宝库是在哪里啊？穿过这一带应该就到了。我们运气不错，一路都没有被识破。啊，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不对，这种身体好像被凝滞一样的感觉，是时间被停止了。不愧是能打败迦楼罗的男人，居然能在停止的时间里活动。好强大的威压！难道这个是女神的本体？居然会在这里碰到杜加尔女神本尊。听说你外号大石母，没想到真能操控时间。被你识破变身，是因为我的变身还不熟练。你要阻挡我吗？别急，基罗梭向来重男轻女，天神们也是如此。你前些天教训了那些傲慢的男神，这件事我对你很满意。啊，合着你也是个内鬼？不过嘛，你毕竟揍过我的传承者，说出去还是有点丢人。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，来试试承受我的灭世之舞呢？不就是当垫子吗？我可是金刚不坏之身，尽管踩吧。毫不犹豫。陆凌呢？陆凌，你怎么现出原形了？还有大石母大人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西马，你带来的这个男人可真是坚硬，比大天还硬挺呢，比湿婆还硬挺呢。好久没这么愉快的体验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刚才他停止时间，在我身上跳舞呢，没想到越跳越兴奋。这也太乱来了。反正他不是我们的敌人。就连湿婆大人都不能长时间承受毁灭之舞呢，你居然能顶得住，真的没事吗？还好，就是有点腰酸背疼而已。慢着，就这么急着走吗？怎么，你还打算反悔吗？刚才承受我的舞蹈，消耗了不少神力吧？要不要来点儿补给？这次输给大夏，真是耻辱性的大败。听说连迦楼罗尊者都倒了，我看都是因为贱民太多了，扯了我们国家的后腿。等等，前面是大石母正在进行重要的苦行，你们不能靠近。嗯，什么苦行？我们怎么没听说？大石母的苦修，我们万万不能打搅，还是去别的地方玩吧。切！吸收杜尔家的神乳，神力恢复到最大，神力总值上限提升，自身身体素质全方面提升。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有点太刺激了，感觉像是吃了仙丹一样。
为什么要帮我们到这个地步？神明欺压贱民，男性欺压女性。现在的基罗梭已经走到了末法时代，帮你和西马，也是在帮基罗梭。接下来不用伪装了吗？宝库的看守者是脾气暴躁的六牙神像，平时没人敢靠近。不过他的实力强大，只能靠你来解决了。六牙神像，白象王啊，又一个老熟人。哎，不对，这儿怎么没人？奇怪，平时六牙神像应该是趴在这里吃香蕉的啊。六牙神像艾拉瓦塔不是你们的对手，所以我给他放了个假。西马，你作为拉克10米的传人，做出的选择让我很失望。是奎师那尊者。果然是你，毗湿奴的第8化身奎师那，而且不是传承者，而是本体。你能预测出我们会来天界宝库，倒是不奇怪。不过就凭你，拦得住我吗？呵呵，别紧张，陆林，我也知道你的本事，闻得你的英明。不如我们来做一笔交易吧。交易？我要的可是大夏的历史。大夏历史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东西，还给你其实也无妨。作为条件，别管西马的事情了，放出罗刹和修罗，对大夏可没有好处。罗刹和修罗和妖魔之流差不多，放出他们，倒未必是好事。嘿，好兄弟，俺老孙还是猴妖呢，还有你那些结义兄弟也是妖怪。强词夺理，基罗梭的事情，轮得到你来管吗？俺老孙管他是哪国，就是见不得压迫和不公。开什么玩笑！你不惜做到这个地步，也要阻止穷人们追求平等吗？西马，众生皆有3性，持优劣者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。贱民们今生业报缠身，但如果能秉持善行，专心苦修，来世也能转生为神明。什么前世来生，不过是给你们压迫和剥削找理由罢了。西马，我帮定了。那些修罗和罗刹，我自有办法处置。看来谈判是破裂了，我只能给你们一些教训了。怎么，你还想把我镇压在五指山下500年？用不着。哼，难得的机会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宇宙像吧。啊！这白痴肯定没认真看《西游记》，他敢把我吃进去，也不怕我在他肚子里闹腾。我的体内就是一个世界，你要闹腾，就尽管试试吧。陆林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不用慌，区一个世界而已。大神通，法天象地，这个吃人的世界就由我来打碎。金箍棒，给我破！不对呀，我都把星球干碎了，怎么没点反应？我曾听说，奎师那尊者在化身中格外强大，十分接近毗湿奴本体。也许他说的世界，是指整个宇宙。银河在动。神器，妙剑神轮投影，神轮一出，罗喉受手，不知道你是否承受得了？啊！好强！这股力量简直在和一整个宇宙为敌。金刚不坏之身已经快坚持不住了，乔二郎真君的力量也解决不了问题，除非我能结合他们2个人的力量。金刚不坏又如何？终究不过是一副臭皮囊，不成无上我，不得解脱。
就让我帮你褪去肉身，在我腹中永远参悟至高饭吧。可恶！同时调用真君和大圣之力，难度超乎想象。就差一点。我以财富女神和运气的女神拉克使你之全能，将祝福赠予陆灵。克拉使你的祝福，可以使受祝福者获得财富和运气，消耗神力越多，效果越强。西玛，你在燃烧自己的生命！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极限了。去吧，不用顾忌。双重法天象地，吃我一棒！不可能，他破坏了我的宇宙像。总算是出来了，真是费劲。被你们夺走的大夏的历史，就在这扇门后，对吧？等等，你不能这么做！这是大夏历史的封印，束缚大夏的这3道封印，今天我要亲手解开。天眼破幻！不可能，居然破解了3项神亲自布置的封印。收手吧，奎师那，这次战斗是陆林赢了。西玛，你不懂，他的举动已经激怒了大天。看吧，那就是他的3叉戟，威力足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湿婆神的本体居然亲自出手，哼，也好，就让我来会一会这位毁灭之神。且慢，大夏历史得到解放，我们也能暂时出手了。你的神力刚才消耗巨大，这里交给我们吧。这个声音是元始天尊的玉如意。大夏的神明，不好，这2股能量碰撞的话，尊者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刚才的爆炸摧毁了大半个天界，我们死伤惨重。天帝，你来晚了，战斗结束了。大天刚才受伤不轻，回归了沉睡，我的宇宙像也被彻底破坏，估计是无法修复了。刚才的冲击连带着让阿修罗们的封印也被破坏了，末法时代即将到来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对剑明的统治难道会被推翻吗？尊者救我！准备迎接婆罗多之战吧，把你的儿子带过来，我要把他培育成能独当一面的英雄。未来，我的本体司师奴应该会创造第9个化身，蛊惑民众，教导剑明实力决定一切，让他们不相信正法，反抗神明，完成一波清洗。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必要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大夏人会带来更可怕的思想，动摇正法的根基，然后这种思想还会像瘟疫一样在基罗索的土地扩散吧。你看起来脸色很糟糕啊，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，只是稍微有点累而已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，你可别硬撑啊！你看那些流星，都是被你解放的阿修罗们，很快，他们就会在剑明中挑选传承者吧。这份力量将会为我们的反抗事业提供武力，而我要教导他们如何团结起来，正确使用这份力量。陆灵，我们这次能成功，都是多亏了你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这份情谊，未来一定会回报的。别说这么夸张嘛，我也只是各取所需，为了大夏而战而已。你看，
东方的太阳已经升起，我也该回国了。再见了，来自大夏的朋友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有朝一日再会吧。击败 SS 级英灵奎师那，解锁特殊技能双重法天象地，使用之后会陷入1个星期的冷却。额外获得5点技能点，可自由投入齐天大圣或二郎真君的技能数。哦，这次居然一下子获得了5点技能点，大丰收啊！一下子反而不知道该用在哪里了，先存着吧。获得来自大夏天界赠予的请神符咒，初级，1日1次，可以召唤1名4域等级以下的仙神。年轻人，这次你干得不错，这是掌门师兄专门炼制给你的元始天尊。你们这些神仙既然能出手，怎么之前都在看戏啊？太上老君不能多送我点仙丹吗？因为你解放了部分大夏历史，我才能短暂出手一阵。要获得更多支援，就得把剩下的历史找回来了。我们看好你。切，抠门儿！对了，这件事情得赶紧告诉周老和队长。大夏历史回归的影响，估计马上也要体现出来了。你说把领土让给基罗梭，这玩笑可不好笑，朋友。那片领土嘛，本来就是带有争议的，我也没让你们全部给基罗梭，你们一半，基罗梭一半，这不是正好吗？1万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灵东国是想利用基罗梭打压我们。小鹿他们在擂台上大获全胜，你亲眼看见的。我这是给你们领了，别忘了你们大夏的传承者少得可怜。要是我们把支援过来的传承者撤走，你们就不剩下什么了。你这是威胁！老周，冷静，会议暂停，大家都休息一下。老周啊，现在国内人手紧缺，我们没有领东国的援助，可顶不住。大家都知道那帮毛兄不是好东西，但是你先忍忍。哼，我就是看不惯，本来是合力对抗亚特兰蒂斯的盟友，他们却觉得自己是老大哥，想让大夏言听计从。周老，陆林刚发消息给我，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。哦，小鹿又干了什么好事了？这是好样的！如果是真的话，我们就不用看领东国人的脸色了。好了，都冷静下来吧。你们该认清事实了，老实把到手的国土归还一半给基罗梭吧。不好意思，这是大夏的领土，也是大夏和基罗梭之间的国际事务。你们领东国没有任何资格发言，请从哪来回哪儿去吧。什么？你们不会是以为有个陆灵就无敌了吧？他一个人顾不来一国，信不信我们立刻撤回所有援助的传承者？大夏能战斗的不只有陆灵，你们要撕毁合作条约的话就请便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威胁。不知好歹，你们等着后悔吧。哎呀，老周，不是叫你别那么冲动吗？就是不能答应他的条件，也不要当面把话说绝啊。哼，各位同僚，别着急，有没有感觉脑袋有点痒？你们也应该都想起来了吧？这是什么？诗词？还有朝代？我们大夏的历史，我怎么突然想起来了？夺回大夏历史进度1/5，大夏境内开始解锁
地道 C 级神灵传承者，英灵传承等级上限提升到 A 级。这才刚开始呢，接下来的历史，我全部都会夺回。同学们，大家都知道，多亏陆灵夺回了大夏历史，我们的教材也翻新了。现在每周6节的外文课缩减成2节，剩下的改成语文和历史。来，跟我念：出塞，秦时明月汉时关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我们的传承者居然被打倒了！大夏的传承者不是只有那个陆灵吗？这些家伙是谁？现在大夏已经不是以前的大夏了，有我们在，你们这些毛子也想入侵大夏一步？现在大夏的神灵传承者数量开始增进了。虽然凛东国撤回了支援大夏的传承者，但是完全没有影响。哼，这帮毛子肯定没想到。啊，奇怪，那个大姐姐人呢？今天不是她的入队仪式吗？怎么没看见人啊？吉娜，神灵维纳斯传承者，正式加入大夏第4传承者小队。给你们一个惊喜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意外？你怎么突然换了这身衣服啊？我这几天一直在研究国风打扮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大夏美女的感觉？你对大夏文化的理解一定有问题。总之，欢迎你成为第4小队的一员，吉娜。这个机会来之不易，希望你能认真为大夏效力。放心吧，沈队长，我会努力工作的。陆离啊，我对大夏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，能不能带我了解一下？恐怕没有这个时间。周老刚才给我们发来了信息，凛东国和我们发生了边界冲突。我们驻凛东国大使正在和凛东国皇室沟通，不过他们态度很蛮横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第4小队前往凛东国支援外交部门的工作，拜托了。怎么，这次要我们去对付凛东国的传承者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这次冲突中，我们抓获了一个比较麻烦的俘虏。麻烦的俘虏？难道是很强的传承者？虽然不是传承者，但是怎么处置他是个大难题。居然需要出动我们2个来边境处理，来头确实不小啊。这件事关系到大夏和凛东国的国际关系，毕竟被抓的是凛东国的皇室成员，当代沙皇弗拉基米尔的女儿，长公主杰特琳娜。我说，你们还打算把我关在这儿多久？公主被抓，凛东国应该疯了吧？不过她堂堂公主，怎么会在前线被抓到？好像是来前线亮相、慰问伤兵的，搞政治作秀。关于如何处理她，我们正在和凛东国交涉。不过他们很可能会派出最强的轮回者，尝试武力夺回。喂，大夏人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把我送回凛东国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让父皇停掉对你们的所有物资援助。这位公主，你们凛东国对我们的援助早就停了呀。不过现在我们历史已经找回了一部分，所以完全没影响。什么？这和我在皇宫听说的不一样。你们大夏不是没有神吗？父皇说北部战场你们能赢，全靠凛东国援助。胡扯！北部战场根本没多少你们凛东国的事。什么声音？打雷了？一定是那家伙来了。S 级雷灵雷神佩伦，传承者伊万。大夏人，把杰特琳娜公主交出来，不然我就用雷击把你们变成焦炭。又是你，伊万！这里已经是我们大夏的领土了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
之前在谈判桌上，你倒是挺嚣张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接下我这道雷击？过金枪，这道雷霆威力不亚于之前的宙斯传承者，但是现在已经对我构不成威胁了。队长，我也来帮忙了。老毛子，敢侵入我国领土，看来不给你点教训是不行啊！陆凌，别以为你打败过吉罗梭神，我就怕你。我们战斗民族是不一样的。估计伊万很快就能搞定那2个大夏传承者吧。唉，回到皇宫里，又得继续过枯燥无聊的生活。这个陆凌果然难缠，居然和我不相上下。加上沈冰柔，我不是对手，只能暂时撤退了。这个贼人是谁啊？你不是出去和伊万战斗了吗？那个只是我捏的一个1/10实力的猴毛化身而已。这家伙躲藏在影子里，但是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好了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，居然特意在大夏的军营里刺杀一位凛东国的公主。你说什么？派出去的刺客失败了？没错，我能感觉到使魔已经被制服了。可恶！要是成功让他死在战俘营，就能把杀死公主的黑锅扣给大夏了。这个小贱人死了，我就是皇位的唯一继承人。等我继位之后，就可以联合亚特兰蒂斯，彻底征服大夏。融化了，这是为了防止他泄密留下的后手吧？真是残忍。我在书里看过这个，肯定是雅家婆婆干的好事。雅家婆婆是凛东国传说的巫婆妖怪巴巴雅家吧？听说她掌握了能让人融化的致命毒水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是有刺客向他动手，他死在这儿可是国际事故，我得赶紧联系陆老把他送回去。不行，肯定是国内有坏人想要谋害我。就这么回国的话，我说不定又会遇到暗杀的。这是你们自己国内的事情吧？队长，幕后黑手选在这里下手，说不定就是冲着挑起2国冲突来的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有个主意，不过得请示周老。埃兹级英灵传承者弗拉基米尔，凛东皇帝。这帮大夏人居然敢抓住我的宝贝女儿！要是敢动杰特琳娜一根手指头，我就立刻发兵大夏。父皇，那帮大夏人抓住了杰特琳娜，肯定会对我们漫天要价。难道我们要忍受大夏人的胁迫吗？大帝，大夏驻我国的外交使馆传来消息了，是关于释放杰特琳娜公主的事情。快说，他们提出了什么条件？大夏那边说可以无条件释放。什么？这里就是大夏和凛东国的边境了。没想到凛东国皇帝会亲自来接你。大夏人，本来你们在边境搞的小动作让我十分恼火。沙皇权威，让敌人感受到强大的压迫感的能力，在本国领土上释放的话，威力会强化数倍。不过看在及时归还我女儿的份上，这份无礼我就既往不咎了。回去告诉你们的上级，接受凛东国的领导是你们唯一的选择，只有投靠我们，才能对抗亚特兰蒂斯。在凛东国的领土里，他的力量好像会得到极大的强化。
明明只是一个英灵传承者，但是压迫感比宙斯的传承者还强得多。你们这群老毛子总是这么霸道，所以原本的小弟才会一个个离心离德。别以为归还俘虏就是我们怕了，单纯留着也没用罢了。这个大夏人居然能在凛冬国土上无视我的威压，难道他就是传说中大败吉罗梭的年轻人？不识时务也罢，我不和你们计较。杰特琳娜，我们走。是，父皇。结果父皇对我下达了3个月的禁足命令，不许离开房间。那个大夏人说是有办法帮我，人也不见了。我一直跟着你呢，是你没发现而已。啊！变成虫子？别太大声，会被听见的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陆林。接下来我会保护你的安全，顺便在凛冬国找个属于我们大夏的东西。上次在吉罗梭找到了一部分大夏历史，凛冬国境内多半也有。不过这个冻土国家领土广袤，比起瞎找，不如利用一下这个公主。你传承的是什么神啊？变来变去的真厉害！哎，能不能帮我想办法溜出皇宫啊？闷在这里太无聊了。小事一桩，我传承的可是齐天大圣。瞌睡虫等级1，让 A 级以下传承者陷入瞌睡状态，消耗点数可以进一步强化。就一只小虫子？可别小看了这只虫子，放倒过不少妖怪神仙呢。之前打倒奎师那后，用了1点奖励点解锁了这个法宝，正好试试。真的，全都睡到了一片。现在没人能拦着你了，趁着这个机会溜出去吧。就算她是公主，也未必知道大夏历史藏在哪里。直接问有点太危险了，得想个办法旁敲侧击的打听。哎，我这个样子应该不会被庶民认出来吧？麻烦给我来1份，不，2份椴树冰淇淋，记得多淋点蜂蜜和糖浆。这些都是特供的食品，无法对外销售。什么？现在一般人买个普通的牛奶冰棍都不一定有货。这种东西皇宫里明明想吃随时能吃到啊！你们这皇室可真是够腐败的。仔细一看，街上所有人都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，完全没有生命力。这个是因为皇家报纸上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事情啊！放过我吧，我是无辜的。无辜？哼！我们在你家里可是搜出了好几本大夏人的书籍。这是我以前买的呀。现在大夏可是我们的敌人，留着敌人的书是思想不忠诚。把他抓回监狱，得好好审问他是不是大夏的间谍。住手！你们这也太过分了！居然因为他以前收藏的书，就把他当成间谍！啊？你是谁呀？对我们皇家宪兵队指手画脚，敢碍事的话，就把你也一起抓进去。这帮家伙说什么皇家宪兵，简直就是败类。算了吧，你在这里亮出身份，立刻就会被捉回去的。这里让我用瞌睡虫来处理。怎么刮起一阵寒风？这寒风怎么有一股莫名的邪意，仿佛能冻结灵魂一样。定风柱，定风柱也只是让风雪变小了，没能完全平息。来的是何方妖孽？ S 级邪神伊塔库亚。没搞错吧？出门逛街居然能碰到邪神伊塔库亚，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凛冬国？